這是我朝聖之路的第5天。今天我從葡萄牙之路轉入很小眾的靈性之路，途中我經過了一個300年都沒有改變的小漁村，還去了一間有900年歷史的修道院，還有 hostel 老闆娘跟我分享了一張照片中的家族故事。今天的行程給我帶來好多的驚喜和感動。你好，我是阿德森，我在這裡分享我的旅遊心得，尤其是郵輪的實戰經驗。歡迎訂閱。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。7點40幾分，現在我要出發，我要去走靈性之路。很多朝聖者都在這個時候出發了，有些甚至更早。然後現在要過這一座橋。應該是，因為我已經走錯幾次了，幸好有路人叫住我。哇，停留一點點的時間在這裡照一下，好美好美。這個老城再見啦，拜。太陽慢慢出來了。我知道走靈性之路的話呢，今天就會出現一個岔路讓我選，我不可以錯過。如果走錯了，我就慘了。走到這裡呢，這裡有個高架橋，然後這裡有個牌子，我已經看到了。這裡就是那個岔路，我要從這邊開始走另外一條，所以其他人呢不走靈性之路的，已經往橋下那邊走了。那現在跟着我出發。去走靈性之路，走這邊。走靈性之路來講的人，相對來講是少很多的，但是也比較有趣，也比較遠，因為我們會繞路，而且中間我們要搭船，跟着我一起搭船。看有些路標不是很清楚的，像這個就這樣一個黃色的小箭頭，跟背景都快融合在一起了，所以要看好，然後在這裡確認。沒錯，這是靈性之路，繼續往這邊走。這個時候我很希望我有登山杖，在路上看看有沒有辦法撿一根那個竹子。看來到這裡有好幾個岔路，我真的找不到方向。然後剛剛後面的那個媽媽在曬衣服，提醒我說要走這邊。靈性之路的路標呢，可能沒有其他一般路線的這麼明顯，因為它是銀色的，顏色比較淺，很容易就被忽略了。啊，看到海景了，好美呀！看一下。給我自己找到一支登山杖。今天狀況還不錯，感覺很有精神，很有力氣走下去。加上我找到一支免費的登山杖，而且是純天然的。很明顯的，走靈性之路的人真的少很多，偶爾會有1、2個人出現，然後就沒有了。但是不用擔心，因為我知道，那邊的住宿也是不好訂的。也就是說，其實很多人去的只是，人數少，所以呢就拉得比較長，就沒有看到什麼人。但是其實一路上是有人在我前面，有人在我後面的，很壯觀呢，很舒服的一個地方。哇，這個教堂很大，而且這裡還是他們的市政府。進去市政府蓋了一個章。目前為止，我走了2個小時又20分鐘，剛剛在他們的市政府上了一個洗手間。現在呢是時候要去教堂去參觀一下，然後再蓋一個章。參觀這個教堂要付3塊半歐元，但是我也沒有什麼時間參觀，想說如果是免費的話就進去快速繞一圈，那現在要付費的那就算了，我就在那邊休息一下，吃一個早餐。但是章我是有蓋到了。接着就是順着教堂這一條下坡走。哇，這裡應該是滿滿的水，只是現在是潮汐，是嗎？眼前看到像湖一樣的海灣，是加利西亞特有的風景，也是當地人養殖出頂級海鮮的秘密基地。來到這裡，就代表了快到了古老漁村 Combaro。我現在走到海邊去耶！我
聞到鹹鹹的海水味道。哦，哇，好讚哦！辛苦一點是有報酬的。這裡是一個古老的漁村，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是高架的穀場，就是把一些食物放在上面，當做儲存室，這樣子老鼠還有一些倉鼠就沒辦法偷吃了，這樣來保存它們的食物。這個漁村很有風味耶，走到哪裡都有鹹鹹的海水味道，很漂亮，很值得來這邊逛一下。所以我之前腳程就逼自己走快一些，因為我想多花一些時間在這樣子有特色的小鎮。這裡大部分的居民都已經不出海捕魚了，轉行開餐廳、民宿或是紀念商品店。在退潮的時候，可以看到一些當地人在淺灘上面挖蛤蜊，採集一些海鮮。這裡的房子都是直接蓋在巨大的花崗岩上，前面是海，後面是山，地形非常的窄小，車子都開不進來。再加上政府的強制法令保護，所以這個小鎮仿佛停留在300年前，幾乎沒有什麼變過。過了漁村之後，就是開始上坡。Is that the one way? Like it's like you go upwards. It's like Oh. going up and up and up. 看，不止我走錯了，很多人都走錯，幸好脚程快的回來告訴我們走錯了，走這邊，我們怎麼都錯過了，沒有看到任何啊！看這麼不起眼，這麼不起眼的標示，怪不得。他幫我客製了一隻我的登山杖，好好笑哦，好棒哦 ！Gracias。這一路都是這樣子，沒什麼風景，所以走起來不是說很愉悅的那一種，而且又很陡，很突破。哇，我那也沒有回頭路了，就繼續走吧。而且我也想坐下來休息一下，但是沒有什麼機會，沒有看到可以坐下來的地方，除非你選擇就坐在地上，否則的話你只能一直這樣走下去。剛剛我一直走，結果走錯路了，幸好他們叫住我，叫我走回來。然後跟着這個指示，我這條小路走，這裡走下去應該就是我住宿的地方。到了，就在那裡。我到了，今天花了將近7個小時，走了14.5英里，爬升大概是2000英尺。現在我要去辦理入住了。我非常推薦這一間 hostel， 住起來非常乾淨舒適，而且這裡的年輕老闆娘超熱情可愛的。廁所、洗手台、浴室，外面這裡可以曬衣服，還有吸煙區，很溫馨。No way. Is the bar? Yes, the bar. Yes. Monastery, dentro do monastery, the bar, milk. Oh. Car, horse car. Yeah. 這是剛剛老闆娘跟我解釋這一張照片背後的故事。她跟我說，這張照片裡面的這一個女人是她的曾祖母，1940年的時候拍的。那時候的婦女呢，家裡有養那個牛，然後他們就擠牛奶。擠牛奶就放進這些桶子裡面，然後呢，早上的時候就把它倒進一個更大的桶子，然後讓這些有馬車的男人把它帶出去城市賣牛奶，那時候是這樣子維持生計的。然後他的曾祖母買了這一間 hostel 的這一塊地，然後給了他的爸爸之後呢，他們才把它變成 hostel。老闆娘分享的這張照片的時代背景，還有她曾祖母的故事，讓我這個過路人突然感到非常溫馨。修道院在那裡，
然後今天唯一一間有開的餐廳在那裡，就在這裡，很快就到了。但是聽說這裡的食物很不錯。終於吃到朝聖者餐了，這一份只要10歐元，有炸魚跟沙拉。它總共有4個選擇，我選擇是這一個，我再加橄欖油、醋。朝聖者餐10歐，然後服務費1歐，然後這個冰淇淋3.5歐。6點半洗完澡、洗完衣服，現在來參觀一下這個修道院。這裡真的很小，除了修道院就沒有其他可以看的了。這裡就是剛才那一張照片拍攝的地方。到了晚上7點，這裡還有為朝聖者舉辦的彌撒，我們整間 hostel 的朝聖者幾乎都有參加。這裡有中文耶，這是給朝聖者的祝福禱告文。整個彌撒大概是35分鐘，整個過程都是西班牙文。我唯一聽得懂的就是最後一句修女說的 Buon Camino， 我馬上就有被一種祝福到的感覺。簡單的一句話，我覺得我們是有被當作是朝聖者看待的，而不是單純的徒步路人而已。最後我還請修女幫我蓋一個章。這座修道院已經有900年的歷史了，雖然因為夠偏僻，所以躲過了戰爭，但因為曾經經歷過政局的動盪，所以這裡荒廢了整整100年。直到一群修女們回到這裡，她們一邊禱告，一邊做手工肥皂來維持生計，才重新救回這裡。對於這裡只有幾百人的小村子來講，修道院就是他們世代相傳的生活重心，就像是民宿老闆守護着他曾祖母留下來的土地一樣，同時也是朝聖者在路上的一個重要心靈補給站。老實講，這個小鎮很小，而且看起來有點無聊，但我卻莫名其妙的很喜歡這裡，真的很神奇。那這一集就先到這裡，我還有更多內容跟你們分享，歡迎訂閱，那我們下次影片見，拜。